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被预言的一个人哈。那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呢，叫做薄姬。这个薄姬呢，这个是在这个大秦帝国乃至到这个西汉王朝过渡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两个人斗争，是谁呢？就是刘邦和项羽，楚汉相争。对，他是在那个时期的人。那我讲讲他这个出身哈，很好玩。那个时候呢，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呢有几个所谓的大一点的小国。薄姬的母亲，她是当时的魏国的这个一个贵族的，就是很高级人物，王族之中的一个女人。她这个女人呢，也是可能当时青春年少芳心大动，和这个一个底下的仆人男仆人，有这个爱情的故事。那这个过去就不得了哈。这个他和他好了之后呢，就生下了这个薄姬，就当时这个小姑娘哈。你看也有点，这很真实的历史故事哈。是。那这个，所以这个薄姬出生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尴尬的这么一个这个家庭氛围里头这个父亲是不好意思见人的。那薄姬的母亲是贵族，脸上也无光彩。是。对。那这个，所以妈妈呢，对这个孩子这个情况本身是自己造出来的事儿哈。你觉得对不起这个孩子，其实对他就是百般的呵护。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呢，妈妈想方设法把这个女孩子，就是托人找关系，就是送给这个当时的魏国的国王。魏国国王一个名字叫鲍，让她嫁给魏王鲍。但是那个时候人不是一夫一妻制这个概念，没有规定说能娶几个生几个，没这个说法。就是反正你有能力，你有财富，你就娶老婆嘛，就是这样。那是国王的话，根本就更没谱了。到底有几个女人是属于他的，他也不清楚，就是比较多的意思。那所以这个薄姬的母亲把她想方设法嫁给了这个魏王之后，就是变成是朝这个后宫中的众多女人当中的一个而已。那待了2-3年下来之后，妈妈就问怎么你怀孕了没有？她说没有，所以平常都见不着她。所以这妈，你看我长这个姿色，她都都不理我，她以为我是丫鬟，她还能让我怀孕呢，是吧？这是妈妈这着急呀，这个在里头如果放到皇宫，这个王爷不理你的话呀，这还不如出来卖菜呢说这不行，我得找人给你算算这个命。这个他毕竟是贵族花重金请得当时那个朝代之中有一个秦始皇都让他算过命的一个人。就是后来的这个西汉王朝的皇帝刘邦都给他封过这种叫爵位的高级官职，封过侯的一位大相师叫徐父，还是女的女相师。因为女的很多更灵敏一些女相师。就现在我们学相学的人我觉得学的相术中的很多知识，其实都通过她流传下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她的母亲呢，花重金大价钱，请了这个最高级的相士许父大师，说给这个薄姬当时这个小丫头嫁给魏王豹的小丫头，看看相。这个许父见了他说，不用急说这姑娘将来不得了可是天下最富贵的人怎么个富贵呢？我告诉你们，她都能生出天子来她能生出那个真命天子来做皇帝的妈。你想那就是什么呢？皇太后嘛，那是全世界当时最有权力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了。因为是许父那个时候已经很有名的人这样大相师说的，
哇，他妈听了之后开心坏了，连跳3天舞呀，太开心了，他们就开始往外传，结果呢，本来更不理这个薄姬的魏王呢，魏国国王嘛，就开始找薄姬，哇，就是你能生天子的话，因为魏王不是天子，他只是王，天子是指皇帝，皇帝下面才是王。在中国古代的王和皇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就天下最大的那个叫做皇帝，第二才叫王。说既然说你能生出天子来，生出皇帝来的话，那我得对你好点，总是希望他能给他生出一个天子来，结果呢？结果呢，他就不怀孕。就是当然我也没有考证历史说这个魏王和别的女人能不能怀孕我没考证这个问题。反正和这位薄姬姑娘呢在一起，她就怀不了孕，就不见任何动静，这个挺气人的吧？对，但是呢，这个期间呢，就让这个魏王那如果懂历史的人说，到了这个刘邦和项羽争斗的时候，那过去不是已经让秦始皇把那个7国都灭了吗？因为秦始皇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没有更大的能力来控制全国所以大家就造反了。最容易造反的就是过去的这个小国家，什么赵、魏、楚等等的这些国家开始造反，那么他们的王权他们的这过去的王室的人就造反。那你想刘邦对和项羽争，项羽的名号叫啥？西楚霸王，楚是楚国嘛？对，他也是楚国的王室的后人，王族后人是这样的。所以之前的王族的后人就最容易造反，因为人家本来就是王，你管不着我。今天你用兵把我打败了之后，现在你死了，我开始造反。他的历史的大环境是这个样子所以当算了这个命之后呢，这个魏王本来魏王他们联合着刘邦，因为刘邦很能打，刘邦带了很多兵那这个魏王叫鲍的这个人呢，本来是和这个刘邦是合作联军的，连在一起的，联盟军，联盟军一起打谁呢？打秦始皇的这个王朝的统治，所以那就秦二世时期的统治嘛，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等秦二世一给灭了之后呢，变成谁和谁打了呢？那刘邦这一个集团，这个军事集团造反的和另外一个造反集团呢，项羽两边旗鼓相当，他们在争天下，懂得了这大概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魏王叫鲍的这个家伙呢，听许父给他这个薄姬给他的妃子薄姬算了这个命之后，就觉得将来这个大天下是我的呀。因为你看我的老婆将来能生出真命天子来的话，就什么未来成功的是我，对不对？我既然这么牛的话，我干嘛和你结盟显得多没面子我要独立，反正将来我得生出个皇帝来，那肯定我是老大。本来是结盟的嘛，该去打别人他不打，我造反了，我不给你干了。刘邦一生气把他给灭了，就把这个魏王给砍了，杀掉了。为啥把魏国吃掉知道吗？然后在当时这个整个大中国的那个地图来说的，这个魏国正是在一个腹地，就是人的心脏和肚子这个位置。如果不把它给灭掉的话，这个大国没法统一。所以无论谁当皇帝，肯定要灭他。所以也趁机，你不是不跟我联盟吗？不联盟我就杀了你。那么这样把他这个魏国王宫中的这些女人呢，就都归属到，因为他被汉王刘邦给灭了嘛，这叫刘邦给收到他的后宫里去了。该干活干活，洗衣服、种地、纺棉花缝衣服。那这个薄姬也是他众多女人之一，给弄到汉王后宫里头干纺织女工。
哦，成奴仆了。啊，都成为汉王的后宫的奴仆。哦，就这样子。哎呦，这好玩哈命运走势还是比较跌宕起伏的。哎呀，所以我说做总统夫人也不容易呀。是，做这些王爷的夫人也不容易啊，何况她不是唯一的夫人，是众多的魏王的女人之一。是，好不容易说盼着生个皇帝呢，没生出来，现在变成阶下囚。对，他们的丈夫还被砍头了。对，哎呀，这个命不苦呀错了。是。那你想，他们其实每天忧心忡忡啊，对，生怕自己有一天被砍死。那许父的预言是不是不准了？得往下听啊，因为这个近世预言，那个很多人都绝对崇拜的一个预言家，也不是空谈的呀。哪那么容易叫你觉得看到绝望了吗？不可能哈。那这个伯姬呢，是一个有修养的人。首先他是生在贵族家，对不对？就是他的爸爸虽然是个奴隶，我相信他妈爱上这个奴隶也不是一般的奴隶，也是一个要不有能力，要不特别聪明智慧的人。所以，但是他自己的家族又是贵族，对不对？他从小就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教育。那个时候流行最高的那个境界，修道的概念，那一个道法哲学，对于这个伯姬的母亲以及对伯姬的这个教化影响是非常大的。那首先还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如果学了这样的道法，其实就是学术观念嘛他就变成有修养了。所以他很会为人。他为人的方式，他从不去争，他总觉得他能为和他们一起作伴的那些朋友们都能做点什么。他不希望说我是个吃白饭的。第二个，我不希望把你们的东西抢给我，但是我如果能替你做的，我就替你做，我能给你就给你。她是这么一个好的女人，肯定人缘很好。对呀，在古代也好，在现代也好，肯定是一个大家都赞美的女人，对不对？何况长得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对不对？但是人又是比较实在，我相信在女人之中，这个人深受这些各位这个女士们的喜欢，也是。其中两个特别知己的闺蜜，刘邦有一天在别人介绍下来，两个漂亮的妃子和刘邦就好上了那刘邦就很赞美这两个人，说又懂事，长得又漂亮这两个妃子都共同说王啊，你还不知道，还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但是特别贤惠的一个女人我给你透露个消息我跟你说，徐父大师都预言说他将来生天子的，你要不要见见？刘邦说：“哎呀，好呀！你看我像不像天子？人家得赶快说你像啊，那你还不赶快找他所以也是叫人给这两个闺蜜的撺掇下，刘邦说：行，明天你约他，我得见一见。对，就第二天约见了。刘邦一见他说：你就是那个伯姬啊？说我是啊。刘邦说：哎呀，我以为是你在这洗菜的呢，我以为你是个奴仆呢，行了，今天我还挺忙的，就要走一看长得确实，因为毕竟在后宫的王所欣赏的一群女人之中，一定是显得比较漂亮的女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伯姬呢，在那帮漂亮女人之中确实不出色。那伯姬非常的智慧，并且反应很快。大王您走可以我就报告一件事你再走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奇特神奇的梦。想听吗？想听那刘邦喜欢听讲故事我就梦到一条龙盘在臣妾的肚子上，好玩吧？刘邦说这个梦很吉祥那这样那个事儿明天我再办那今天我就先住在这儿吧。这就是历史的记录之后这个伯姬很幸运的怀孕了，再之后10月之后生下来个真龙宝宝一个小男孩，就是刘邦的一个孩子。当时的刘邦是叫汉王，
这个汉王的孩子，刘邦之后就接下去当皇帝了，当成了西汉王朝，也叫大汉王朝的总皇帝。那这个他有7、8个儿子呢。对，这样子，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刘邦的后宫里头出现了两大超强的，让历史学家都感觉头皮发麻的2个女人。因为这2个女人而引发了一个历史上非常恐怖的事件。一个是刘邦的最年轻正宗结发妻子，正宗结发的这个妻子呢，是姓吕，历史上称为吕后。那么在慢慢随着女人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刘邦也到处打仗，到处跑，不可能天天能带着家属走，对不对？在这个打仗慢慢过程之中呢，又喜欢了一个美女，姓戚，就戚继光的那个戚，历史称为叫戚夫人。这个戚夫人呢，是一个，就记载来说是很漂亮，又很聪明，并且叫能歌善舞。你说这个刘邦打完仗，听过那些烦恼的会议，对不对？回到后院去之后，有一个这个能说的、会跳的，又能嘘寒问暖，又聪明又漂亮又年轻，所以刘邦呢就深深的被这个戚夫人给吸引了。所以这个吕后不在的时候，吕后就是刘邦的正统夫人不在跟前的时候就是这个戚夫人成为这个后宫之主。但这个戚夫人呢有个毛病，就是第一个就嫉妒心太强了。刘邦比如说碰别的女人去，这个女人就会遭殃，是最轻则是挨打，重则可能会消失。他这个毛病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到后来不光是修理后宫的其他女人，而且呢，他还去在刘邦面前挑拨是非，这个编故事、弄谣言，还害一些刘邦下属的大臣。你说这个就是有一个大问题了。你想刘邦的太太正统太太吕后回来之后，那吕后也不是吃干饭的呀，她本来是个心胸很博大的人，但是遇上戚夫人这么刁钻他就可以当着刘邦的面就来制裁这个吕后就是按当代来说，你是新来的小三儿，是吧？你去整治人家正统的这个夫人的话，是不是你也太过于太上皇头上动土了嘛？但是戚夫人不管，不但去修理吕后，去争风吃醋，还做了一件天大的，让整个当时的朝廷引之为震动和这种混乱的状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古代就是一旦确立了这个皇帝，比如刘邦当了皇帝了，大汉王朝的皇帝，刘邦也有点年龄了，因为过去的人在西汉就是大汉时期那个时候人平均寿命20几岁才，比如说22岁、25岁这个样子，那个平均寿命非常短。那个时候一个是医药不够还有那时候粮食不够，再加上战乱非常的人的寿命很短。就这个时候刘邦都40多岁了，那已经算长寿了，对不对？那这个肯定当了皇帝就赶快就立太子，太子按像现在的话叫做皇储，就是皇帝这个职位的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一定是这个皇帝的正统的生的孩子，就是刘邦亲生的孩子，才能做这个接班人。他是问谁家的孩子，就是这个概念那你们刘邦，你不可能找另外一个人来当皇帝，否则天下大乱，大家不服。所以呢，就早早的就立了这个吕后的，就是吕夫人生的这个孩子叫做刘盈，已经立了太子。
就是皇帝的接班人已经确定了。那戚夫人呢，她不行，那家伙就是说还得往上爬，要让刘邦换掉这个太子，要把他自己生的这个孩子叫如意。戚夫人生的儿子叫如意，你听这个名字哈，也是当时这个刘邦特别喜欢的一个宝贝，等于是后来的嘛，后生的嘛，就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叫父母亲喜欢。哎，他也想把这个如意把这个刘盈给代替了，但是从母亲来说不乐意啊，是不是啊？不乐意。你是后来的小三儿，啊，完了你抢我们的爱，抢我们的情，抢我们的权利，抢我们的宠爱，完了之后，已经定的这个太子你还给我换了，哎，其实当时的整个朝廷大臣都不乐意，但是戚夫人的枕边风啊，超级威猛，就把这刘邦愣给说动了。哎呀，这个逼的这个吕后哈，哎呀，这实在压力太大了。哎，吕后也是多方打听，找这个解数，找方法，怎么样才能说动丈夫，不把自己的孩子给换了。哎，怎么办呢？他们毕竟是夫妻嘛，还是了解到这个刘邦啊，还是特别在乎。当时有4个世外高人，哎，这4个世外高人呢，是特别有智慧的4个人，特别修养和智慧，啊，学问那就天下第一呀。这4个高人呢，都隐居在有一个山叫做商山，商人的商，都隐居在商山，所以古人称为叫做商山4号，号就是白头发老头，就是现在说4位智慧的长者。刘邦呢，当时请他们来辅佐自己啊，这4个老头就没来。这个那吕后呢，动用关系哈，就是愣把这4个高人请来，一起来评论这件事儿。这4个老头呢，4个老君子吧，就是一起说现在的太子刘盈啊，说这是个贤德慈悲的君王啊。哎呀，我们上天都爱他，我们更爱他。哎，就有这样一种赞美和一种表态哈。而且其实当时朝廷的重要的大臣哈，还都倾向于觉得吕后是冤枉的，这个立的太子刘盈啊是无辜的，并且这个孩子啊品德很好，因为为人很善良，就这个刘盈，他们都看不惯这个戚夫人这个横行霸道，嚣张啊！嚣张跋扈，是吧？你争宠就拉倒了，你还能把太子给换了？当时所有朝廷大臣都反对，几乎这刘邦想换，最后也没换成。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善良有德的人的话，哎，那就行了。如果以后你要当皇帝的话，大家都臣服于你，我也就放心了，就不用换了，就没有换成。那么，在几年之后刘邦也就去世了。那刘邦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环境就刘邦不是皇帝嘛，他的亲生的孩子，尤其是男孩，都会封为王。你比如说过去那个叫楚国，那个叫赵国、魏国、什么代国、燕国，是吧？那这些地方呢，还派他的亲生的儿子去封为王。比如去赵国的叫赵王，可是这属于刘邦的儿子。都是这样，各个王都是他的儿子。很少从西汉王朝之后，历史上很少封皇帝，比如皇帝姓刘吧很少封外姓人士为王，很少。除非说你当时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立下了绝对所有天下人都承认的天大的功劳，才被封为王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所以呢，在这个2个夫人这个争斗之后那么也就是就争红眼争得不得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刘邦也去世了，他是皇帝了去世之后呢，各个尤其是
因为当时有大概7、8个儿子是属于刘邦的孩子啊，对，那都封为王了嘛。对，那这个刘邦一去世之后呢，那通常来说，出殡处理完之后，你属于该封为王的，你要到你那个属于你的领地，比如你的领地在现在来说是在代国去代国，在齐国就去齐国，说你不能待在这个京城。伯姬呢，他的儿子被封为了代王，也是刘邦的儿子了封为代王，他7、8岁。对，伯姬非常的聪明智慧，一看他们后宫2个主人就是吕后和戚夫人这个争斗已经达到最高潮了，正好皇帝也去世了，他就是在皇城待随时弄不好就惹火烧身小命不保儿子也被封为代王了，说赶快走人吧，就赶快找后宫的主人这个吕后去请假，说你看已经封了王了皇帝已经归天了，那我们就去管理好我们那个代国吧，因为这个伯姬很会为人对他的老大姐这个吕后也是恭敬有加呀，他是一个为人非常随和的人嘛，他早已经把这个关系也弄得特别好了。吕后觉得这个伯姬这个人就是个心很大又很善良的一个人，留着他在这儿给我也帮不上太多的忙，儿子已经封为代王了，就让他去吧。这个代国呢，就是在当今来说中国的河北省、山西省蒙古大概这么一个交界的这么一个区域，不是特别富有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小国，成为那个地方的管理者，一去就是10几年呢。对，那这个伯姬呢，带着孩子到了代国之后那就是非常的爱民，并且呢，生活特别简约，这个节俭绝不会什么很那个奢侈傲慢没有，特别热爱他的人民，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国王，那这个伯姬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是王太后，因为他的儿子是王嘛，他就是王太后，所以其实等于是孩子那么小怎么懂得管理国家？对，其实就是这个伯姬伯太后在管理这个国家，所以他很懂得这个管理之道，怎么样对老百姓好，因为他对人就是本这个道学的精神叫爱民如子，上天就是他说这个上天有好生之德呀，所以对代国的百姓这是恩惠有加呀，所以从不去剥削大家，从不去欺负大家，并且他把这样的感觉就这种文化的传承，这种慈悲的心地直接传承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特别的善良，对。那么他在这个代国这个治理代国这个期间呢，就是皇帝刘邦已经去世了嘛。刘邦去世之后，历史上就发生了最惨的惨案，就是因为刘邦的正宗的太太就是吕后嘛，当时跟刘邦打天下的所有的大臣敬重的就是吕后，所以吕后是有威望的，对不对？对。所以吕后很快就会给戚夫人灭门，毒死了戚夫人的儿子如意。慢慢像比杀人还痛苦的方法，将这个戚夫人，什么耳朵弄聋了，眼睛弄瞎了，舌头割掉，四肢砍掉，那就成为这样一个既没有死的，好像活着的一个生命状态，多惨呐！他就是报仇本来吕后也不至于是这么一个人那可是呢，因为他们之间这个斗争因为戚夫人不是要灭了他的儿子，换掉他这个太子嘛，他心中的仇恨早已经埋由下了，仇恨造成的这种惩罚的方法，所以把这个戚夫人弄成这样一个不死不活的一种惩罚的状态，是灭了戚夫人的整个族，并且他越弄越厉害，最后干脆
就把这个过去给他争风吃醋的刘邦手下的几个宠爱的妃子全给灭族，全给灭了。他还做了一件错事呢，灭了之后就灭吧，他又把他吕家的娘家的这个阿猫阿狗的人都封为了什么这个王、那个将军、那个宰相，就是都封了很多朝廷中最有权力的这个职位。300-400人，吕家的300-400人，那佣人都在朝廷做官，就是这样子，就成为吕家的天下。是。所以刘邦去世了15年，当时是有皇帝啊，那个皇帝就是刚才说的太子刘盈啊。对。但是刘盈呢，在他妈妈这么强大的压力下，刘盈只管说点头，就跟你妈妈说，妈妈说同意说同意，妈妈说封谁就封谁，妈妈说杀谁就杀谁，就变成是妈妈说的话，就代表是他说的话，就垂帘听政。傀儡皇帝了。其实傀儡皇帝，这傀儡皇帝的形成就是首先这个年龄小造成的，对，他不懂怎么做事儿。但是刘盈呢，这个身体又不好，叫他妈这个叫做简直是恶魔级的这个妈这个统治下呢，刘盈也20多岁就去世了。之后又换了一个后代嘛，有个小皇帝上来之后，也是干了个7、8年就死了。所以这个吕后呢，吕后这个属于他真正统治的时代整整15年。当吕后一死之后，因为吕后她是有威望嘛，吕后一死，那帮被逼的那个老臣没被杀死的有权力的老臣，立刻联手起来造反，就是开始去剿灭吕家的势力，恢复刘邦后代人统治的这样一个朝廷的天下。这样他几个刘邦正统的这几个王，这几个孩子都给杀了，被吕后给杀了。最后查了查呢，还有2个，一个是吕后的养子，有个养子叫刘长，没有杀，但是吕后她的养子，她又比较宠这个养子嘛，对，所以刘长长大就特别傲慢，想骂谁骂谁，想打谁打谁，所以大家都讨厌他。那么活着的再还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的就这个薄姬的这个孩子，刘恒对，叫刘恒。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薄姬的为人是非常的谦卑，宽容、仁孝、善良、爱民如子。他的这个孩子刘恒呢，成为了代王虽然真正的统治者是他妈，但是这个代王这小孩又特别的善良，但是又很聪明，不闹事，很低调，他智商又很高，就是说在这个剩下的2个刘家的后人之中，大家觉得还是这个刘恒更靠谱，更善良，尤其是他这个妈妈也很善良，这个不一样，说大家就选了这个刘恒来接了真正刘邦的班，成为新一任的皇帝。这就是后来成为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汉文帝。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帝和他的儿子，他去世之后接班人叫景帝汉景帝，就是个文帝景帝治理的差不多30-40年的这个时间里头是中国的大汉这个王朝时期最富有、最贤德、最太平、最好的一个时代，是这样的。太平盛世。太平盛世。所以薄姬真的生了天子。对，这个天命成为天子了吧？是。那这个不光是生了，而且特别好。对。这个文帝这个好可不是装的因为他一当皇帝那么多年呢，那好的不得了。举例子来说他们封赏的这些他的官员大臣都穿的是布的、绸缎的或皮的鞋，对不对？文帝呢，就是这个皇帝穿的什么鞋呢？草鞋。皇帝的龙袍穿了40年，舍不得换。在宫廷里头有个小山包，他经常站在那个山包上往外看。他下头那些助理助手就是说，你看这是皇帝，你站在这有时候那个太阳光给晒的呀，
啊，晒得他脸都红啊。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大雨吧，他也在那站着看，说能不能给他修一个亭子，叫瞭望亭，看城里头，是不是啊？来避一下这个日光暴晒和这个大雨。哎，给那底下大臣都批了，说要动工。他也问人多少钱啊？说2000多个铜钱，不行，说太贵了，这个能养一家人生活好几年了。说我不盖这亭子，就这么节俭。说这个不是装的哈，也不是传说，就真是个特别节俭的。但是哈，从历史评价好皇帝，不是因为节俭就是好皇帝。是首先皇帝的职位是管理人民，对不对？让人民丰衣足食，天下太平才是好皇帝。他都做到了，他做到了这个，并且还节俭，所以叫天下第一仁慈智慧的皇帝，就是文帝。而这么个人好玩吧？哎呀，太好了！说这些啊，这个好，你说是天生的吗？有后天的教化吧。对，和他妈妈应该很有关系。我觉得天生的资质也好哈。我觉得他这个妈妈哈很伟大。妈妈就是这么个人，所以孩子也变成这样的人，特别的善良啊，仁爱，所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宽容、最智慧、最好的皇帝。真是棒！棒，哎，所以这个许父大师，预言了薄姬，能生出皇帝来，终于实现了对，这样的一个命理的预言，是吧？是，哎，好玩吧？好玩。虽然有点曲折，但最终还是曲折是故事问题，对不对？但是最终他就真生了一个伟大的天子。是，对，这薄姬的一生也是真的充满了戏剧性哈，师傅啊，跌宕起伏啊，但是也像师傅讲的，他的为人，他的处世哲学哈，也让他最后得以就是非常好的善果啊，对，那他这个生天子啊，有这样的天命哈，那师傅是大人物才会有天命吗？就像平民老百姓，有天命吗？我今天用词这个天命呢，其实也是讲这个人的命运哈，就是命运或者使命啊。我觉得谁都有使命。比如说大人物是大使命啊，有大天命啊。那么这个小天命呢，就是普通百姓、小人物、小使命。我们之前讲过说，你可能天生就是一个厨师。有很多人你是读书不行，炒菜特别厉害，对吧？而且特别喜欢炒菜。是。所以你干别的还不干，干建筑不干，干木匠不干，我就炒菜。这个天生就是厨师，是吧？有的天生是木匠。这个他就特别能做木匠活，做家具哈，手可巧了。对，所以我觉得天命都是有的哈，就是人这一生的使命，人人都有。对。对，我记得师傅以前给我们讲过您家乡的一个故事。对，我们家乡很多年前哈，现在是说可能40-50年前吧哈，有个事儿，那个时候呢，大家也是瞎学哈，就是有随便2个人用手呢扶着一点，就是筛米筛糠那个筛子，筛子下面呢别上一支笔或者别一支筷子。在一个很平坦的桌子上哈，把这个白面呢，给它均匀的撒上去。撒了白面之后呢，不管有虫子爬过，还是用手划过，都会留下印记，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就是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们就称为叫扶鸡，手扶着。这个鸡呢是一种希望得到一种预言的意思。对，就2个人扶着。2个人扶着的人也没文化，也不会写字，就变成谁来问事儿，他们心中说有一个神来帮他们，那有一个大姐有个大姐说来看看我本姑娘命运怎么样，这个时候神来吧，赶快给我们一个指引吧，这大姐将来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呀，好不好啊，干啥的啊，晃荡，
最后那个笔在这个白色这个粉面上写出来织大席啊。哦，这么神奇。织就是编织的织，席子是铺在床铺在地上哈，这样的一种就是用这个高粱杆经过加工之后编织出来的一个铺垫代替褥子的一种东西。席子当然也用芦苇编的都有啊。织大席，织大席是一个我们家乡来说，女人编织它挺累的呢，挺累的，手又痛，全身痛，她的使命织大席，结果终于她的命不会干别的，就是织大席。最后真的是织大席。对，还有一个年轻小孩那10几岁，说我就惦记着我能不能娶上媳妇儿，一个小男孩也是扶乩扶着晃，说媳妇2个，这小孩一听高兴坏了，就拍手，我能娶俩媳妇儿哈。等长大之后娶一个媳妇1年之后死了，掉到水里淹死了，这小孩也挺能干的，很快人家又再介绍一个，就娶了个第2房，果然娶俩媳妇儿，他不是问能不能娶上媳妇吗？还娶俩，果然都应验了。我就是说这个大人物有大的这个天命，也就是命运吧小人物一样有天命，对，什么样的人都有天命。明白了，就看你的天命是干啥的。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天赋的使命对，都有我们要做的事情。对，所以通常说人的这个寿命财富子女几个或子女状况，等等的都差不多，如果很会算的人都能给你算出来，都是一种定数。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伯姬的故事呀。看伯姬跟那个吕后，他们2个其实都是曾当过那个皇太后嘛，都有生天子的命，按理来说。但为什么就是吕后她的那个孩子刘盈，他就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而且就做了8年的傀儡皇帝。但是就是伯姬的儿子刘恒，他就能创造文景盛世，做那么成功的一个皇帝。就是这个伯姬跟那个吕后的这个天命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我首先是说这也是天命。第一个我相信天命就是说包括是来捣乱的也是一种天命但是我更相信一点的呢，就是教育的学说。比如吕后。他生的那个儿子比如当8年也好，当几年也好这个所以预言师呢一定会预言他这个儿子可能当8年天子，也许都说出来了，但是天子和天子不同是因为吕后，因为在那个时期尤其是所谓文明的人，一定要学习一种什么精神呢？就是孝顺，尤其是孝顺母亲。在中国古代尤其强调这一点，这母亲养育你是最亲自来抚育你、培养你、教化你，对不对？呵护你，所以说你给谁翻脸都不能给母亲翻脸。对，在历史上一直是这样来教育大家的。是百善孝为先嘛。对，孝当中第一个孝的是母亲，其次孝父亲，是这样那我觉得像吕后他的孩子那么弱，我觉得是这个能量呢，就是这个他儿子这个天子的能量被吕后分去了一部分，他用这个他的权力这个能量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并且杀了很多是同族的人。对，你想当时他的小皇帝也是刘邦的孩子，杀的那几个其他小孩也是他的兄弟嘛。对，就同父异母的兄弟，手足甚至是他的叔叔，是什么舅舅等等的，很多都给杀了嘛，都是他自家的亲人，可是被他的母亲吕后给杀了。那么这些整个杀人的这个罪过的话，那更使得这个小皇帝更加显得能量匮乏，身体虚弱，所以使得这个小皇帝在历史上没几个人知道，还有刘邦还有这么一个孩子当过皇帝嘛？
都从人们的记忆之中好像被抹去了。对。还有他母亲的这个专横哈，使得大家都不太承认这个皇帝。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个是这不道德行为，对，使得他的这个能量，对，使得他这个能量就减弱了。至少善的能量，天子的能量减弱了。这横行霸道的能量增得太强了，杀人太多。说你曾经是被危害，但是你一旦缓过手来，丈夫去世之后，没人管得了你了，他就开始一种叫肆无忌惮的暴虐的杀，这是大家都讨厌的行为。所以他在历史上是挨骂的。那他自己亲生的孩子呢，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美名。对，这也是个因果。对，与妈妈的这个恶行有绝对的关系。是，感恩师父讲解。对，那这个伯姬哈，他是有生天子的命，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哲学，这个不争不抢哈，隐忍的智慧，他可能是不是不生天子，他也会能够兴家，这样旺家这样的命。特别贤惠他。对，如果一个贤惠的女人哈，很难是说她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果就一个贤惠的女人，第一个就容易兴家，一个恶劣的女人是败家，所以就是谁会娶了这个女人，谁就会兴旺发达，这第一个兴丈夫这个家，第二个呢就是立子女，他教育的孩子多好啊，对，他教育的孩子只想去帮人的人，你想，那这样的人他对别人没有伤害性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反过来就帮他。在这个传说中有一种说法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对不对？我经常帮大家，但我有困难，大家会自动帮我。是。虽然我不求这个，但事实上大家会这样的，对吧？你总是帮我，今天你有点，比如说你有点病了，我赶快来帮忙。你要搬家，我赶快来出点力，就是这样。对，所以总是利益他人的人，那么大家就会喜欢他。那所以像伯姬这样的人哈，就是他的家人哈，一定都会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是，对。所以有天命，还要有好的这样的行为，有善良的心哈。对。他最后能够有很好的善果。对。感恩师父。所以这个文王上位之后哈，也博得了众位大臣的哈非常积极的来协助他。对。乐意给他干事儿，因为这个人他善良啊。你不要说我有权利，我天天骂你，对不对？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对所有的人都是宽容的，并且他的宽容哈，还有一个叫历史性的叫改革宽容，就是在他就是刘邦造反之前哈，刘邦造反之前不等于是秦始皇留下来的那个法律嘛，就属于大秦帝国，对不对？对。大秦帝国的时候。华人都懂得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超大的事件，叫做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变什么样的法呢？它就是一种学派，那叫法家。这法家呢说，人之初性本恶，不揍他就闹事儿，他犯事你就揍他，对不对？其实后来全世界的统一当中都融合了所谓法家的观点，就是方法规则化，对不对？就像我们过马路，是吧？那个看到绿灯你可以走，红灯不能走，大家变成全民统一化的一个法则嘛，这就是方法，方法进行管理。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非常贫穷，那么商鞅所倡导的说，人性虽然都有善和恶，但是不管它就越变越坏，没有方法进行疏导它、管理它的话。就甚至变成暴民乱民。那个时候很多国王都管不了底下一个山头的一个家族，家族人多，你要打我就给你打，都弄成这个官和地方的势力之间哈，很多他不听你的。那他们用的什么样的规则呢？说你必须得听我，不听我就要惩罚你，而且我惩罚就绝不停手。所以到了这个商鞅变法之后，商鞅的死正是他倡导的法
让大家看不惯他这个提倡的这套行为哈。商鞅也死于自己所倡导的严苛的法律，带来了五马分尸的一个痛苦的结果。但是他还坚持说我的法一定要流传下去。所以他这个法家思想对于秦国的整个建设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作用，是这样。所以当时秦国就是说，你们家里头不管是男的女的哈，你们家大门不用锁，没有盗贼敢进去，因为逮住盗贼之后，先剁一只手，才敢去啊。你这一辈子没法偷东西了，吃饭也不方便了，对不对？逮住2次砍2只手，挖眼珠子，你还敢吗？不敢。所以这法律特别严。对，所以今天新加坡打鞭子算啥呀？所以和秦朝法律比根本不算啥。是。所以人人不敢犯法。哎，所以这个到了这个汉文帝，就到了汉朝了。其实他们时隔就是几十年哈。到了汉朝，就是到了这个汉文帝之后，他倡导的呢，用宽容慈悲治天下，历史上称为叫做无为而治。道家思想嘛，就是说天地自然都是一体的，都是来自于一个母体，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我们干嘛去伤害呢？谁都是好孩子，对不对？错了之后，适当的说一说，惩罚一下就行了。本来判5年的，结果现在罚5000两银子算了，就是用罚款多于惩罚。掏点钱不至于让你去坐监狱，不在于是什么挖鼻子啊，什么割耳朵呀、剁手脚啊、脸上刺字啊。他废除了很多非常严酷的那个酷刑，很多折磨人的酷刑都给废掉了。也有人说宽容，我们对坏人的宽容让社会不安，其实适当的宽容哈，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有帮助。他们当时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到了这个汉文帝统治10几年之后哈，他国库存的这个钱呐，叫堆积如山呐，所以整个变成叫国富民强了。对，到了这样一个兴盛时期。后来他去世之后，他儿子景帝接了班，一样和他做法差不多，还是维持这个无为而治，特别的宽容，使他们的这个叫什么政治、文化、经济、科技都繁荣，非常繁荣。感恩师父，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故事啊。命运的好坏我觉得还就是功德。我们这个讲过无数次了哈。你看我说这个的不是盲目的来打发大家回答，我们当今的人都是学习的这个知识面太广了，你想骗都骗不了，你没那智商，对不对？大家都懂一点。是。那我在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我要自己能想通，能够各种证明，能证实自己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之后自己信了，我才是告诉你这个道理。这个命运，如何命相结合起来呢？咱比如说普通的算法，就是你的年月日时辰结合起来算。说这个谁规定的这个东西，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命呢？理解不了，对不对？好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脸，细看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有差别。亲父子、双胞胎，细看都有差别，对不对？它有差别，就是它的命是不一样的。再加上这个命相特征，你看有些就是从成功的，到败家的，到中途甚至被犯法枪毙的等等各种这个相。如果你会看一点的话，其实都写在脸上。所以如果这个孩子还小，比如16、17岁，也没犯过什么大错，就是他的好事也好，坏事也好，这个时候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如果找算命先生给算的时候，其实通常如果好的话，大家就会很开心如果算出来不好的话，你又特别生气，你说你这个算命的胡说八道，你这样不但不给钱，挨打，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要不骗人，算出什么来，你就要去承受什么，那就奇怪了。所以我在研究这个命相的时候确实很多人的
就是有什么样的相，就有什么样的命。但是纯算命的人来说呢，就有什么样的命，就有什么样的相。它是不同的两个学派哈。比如说我呢，假设先学相学，我一看说哇，这个人，比如说这个额头还比较饱满，眼睛明亮，五官比例协调，这个还是一个挺富贵的相，那由这个相上来判断说这个人命挺好的。但是会算命的人呢，说一报你的生日时辰，一算说，这个是好命，我再给他讲相，他一看见这个人之后说，怪不得长这么好的相。所以他两种学派最后都巧合到了一起。所以这个我们的命形成的，就其实佛已经告诉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若知前世因，现在受者是，若知来世果，现在做者是所以我倡导呢，就是说让自己做一个善良的人。我还倡导说，能不能试着学着叫日行一善。这一善可大可小，并不是说你一天要捐多少钱，也不是这样子。每天都可能有一种发一个善心，给别人带来好处，或者给他人带来快乐，这都是日行一善。这个功德就在于日常的积累，不要是叫做大难临头来抱佛脚这就晚了。对，要把这个善行积累起来，最终一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命运，就变成这个善了最后从听到执行，最后这个善心和你的精神合二为一了。善良就是你就是善良。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修行中不断提醒自己，其实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当我这个善也分小善和大善就慢慢通过积累，不断的沉淀，就自动就提升了。就是你的善念在不断的积累和提升的过程，就从小善变成大善。从爱自己、爱他人，最后变成叫利益众生对，那这个善就是有不断提升的空间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走向这样一个心灵成就的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就是在佛门来说，就是凡人呢是爱自己。我发现有很多偏忧郁的朋友他在乎的就是说，他骂我了，他瞪我一下，他背后说我闲话，还有说我胳膊痛，我胳膊痛是不是我要死了？我今天有点牙痛，是不是别人给我下毒了？他总把什么事情都想得特别的负面，特别的坏对，这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大善良的人呢，他是放下自己的感受，而是去为别人能做点什么。像我讲的搏击那样对，你看在这个大风大浪之中，人平安的度过。是，他就是这样，给别人总带来好处，但是他不给别人去竞争。通常善良的本身就是没人可以跟你争，因为你不与人争，只想自己做一个好人，对不对？那两个人呢，都是贪心太重的人，对不对？引来杀身之祸的呢，更是说把别人给灭了，把别人给取代了，让我得到这个权利和荣耀，是吧？最后就灭的就更早。那只是利益他人的人呢，别人不想灭你，因为你从来没有这个意识来灭你，因为你是个好人，你对他没有坏处，你还总帮他。对，所以呢，在做人的时候一个学着帮人，第二个就是吃亏是福。像我母亲经常教化我，就是学着吃亏。说你长大你就懂得了，吃亏是福。所以这句话呢，也送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吃亏是福。我相信这句话。感恩师父。对，不断吃亏就变成有福的人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
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